明明是深海中最冷血的禁忌生物，却心甘情愿被一个人类女孩饲养。然而女孩看不见的是，转身后那些生物痴迷眷恋的目光。直到白薇薇的出现，她嫉妒女孩的实验体强大又美丽，而她的实验体却顽劣而丑陋。所以他利用家族势力拿走了女孩的饲养权，并强制剥夺了女孩进入 A 区的权限。女孩甚至都没能跟他们告别。然而女孩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实验体竟集体绝食了。可爱的海兔子将自己沉在水底，不愿意浮出和换气。章鱼更是第一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而那只巨大而美丽的水母却只是在水域深处若隐若现。管理层对实验体的抗议视而不见，认为总能用强硬的手段让他们臣服。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超他们想象。噩耗再次传来时，我被通知立马赶往 A 区。4号水母刺伤了白薇薇。原来白薇薇接手了我的实验体后，就充满恶意地告诉他们，唐柔已经不要你们了，你们最好乖乖听本小姐的话。这导致实验体陷入狂躁和凶狠的状态，章鱼更是差点击碎3米厚的钢化玻璃。白薇薇彻底被吓到了，跌跌撞撞离开的时候，隧道里那只巨大的水母游了过来。这温顺的形象让她产生了错觉，认为这只生物在亲近她。她学着女孩亲自喂食，水母看起来很柔和友好。白薇薇便戴上胶皮手套，打开舱盖，乖乖的，别让我失望。谁料那看似柔和的触丝迅速弹出带着瞬时毙命毒液的磁丝包。为了保住他的性命，跟在一旁的安全员果断砍断他被毒素侵染的手臂。然而毒液扩散得很迅速，白薇薇尚且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片区主任对此震怒：你为什么没有将那只具有成熟毒素的水母上报，隐瞒了它的攻击性？对此我也十分震惊。那只水母一直都是温和而疏离，是一个省心到容易被忽略的实验体。这次的危险竟然是4号带来的。之后我得到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片区决定处死那只水母。那是我来到基地第1年就开始饲养的水母，水母的毒素早已成熟，可以进行实验，但我从来没有向上申报过。原因无他，水母在我最孤单的那几年，一直默默地陪伴着我，是家人一般的存在。然而如此温和的生物却想要杀死白薇薇，白家迫使片区主任低头，要求基地把那只水母送到白氏的生物公司。在女儿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觊觎这个庞大而具有智慧的神奇浮游生物。为了不泄露水母的基因秘密，同时给白氏一个交代，基地决定处死4号。片区主任不肯见我，只给了我一张处决通知，是通知，不是商榷。我终于被放回了自己的实验室，实验体看到我都非常激动。章鱼青年执拗地看着女孩的方向，漆黑的眼眸好似再也容不下第2个生物。海兔子少年早就哭了，他不断拍打着玻璃，一遍又一遍，用细软而颤抖的声音呼喊着女孩的名字。然而我却头也不回地走向深水域，一片瑰丽的蓝中，水母缓慢地游来，半透明的身体柔美空灵，飘带般的触须温柔缱绻，拂过我站立的地方。怎么回事呢？我大脑似乎转不过来。这只水母永远是那么温顺疏离，从不亲近我，也没有显现出一丝一毫的攻击性。没人知道这个庞大而美丽的生物有着一个怎样晦涩的秘密。水母深爱着它的饲主，却不能碰触它。它上百条柔美的触丝中有数亿个磁丝包，在受到刺激后会无法自控地刺入触摸者的皮肤，毒液可以顷刻使人类心脏骤停，剥夺他们的性命。一边的水母深爱着女孩，知道她无法忍受自己的触碰，所以一直沉默地隔着巨大的玻璃注视着她。她爱慕饲主胜过生命，艰难地命令自己绝对不要碰触到她，但并不包括别人。所以她杀了白薇薇，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她和饲主的羁绊。终于，她回来了，也许代价是她的死亡。女孩望着那只美丽的水母，手指在玻璃板上划过，那些纤细的触须
就伴随着他的动作拂过透明而坚硬的玻璃。处死4号对于实验基地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他们咬牙往那片广袤的水箱投放毒液。我第一次打开了箱板，水母浮了上来，小心翼翼地收拢起自己的飘带，确保一丝一毫都不会挨到四主，将柔软的头部凑了过来。我摸了摸他脆弱的伞盖，发现他在抖。你害怕吗？当然不是怕，是浓烈的无与伦比的幸福。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四主。他颤抖着控制着自己的触须，不能碰，不能碰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准备执行，开始执行。处决倒计时开启。唐饲养员，请你离开培养舱，不要妨碍执行。我绝望地闭上双眼，然而我的异变蓝瓶水母毒性比所有人想象中的更加强烈。第一次投毒之后，水母仍旧在那片水域中浮动，似乎并没受到伤害。于是投毒次数又增加到了第2次，接着又增加了第3次，毒性等级一次比一次强。然而3次之后，水母虽然溶掉了一部分身体组织，却神奇地与那些强烈的毒素适配了。这完全超越了基地人们的想象。这看起来柔顺的水母竟如此的恐怖惊人，它竟然吸收掉了那些足以猎杀数万海洋生物的巨量毒素。将毒液全部吸收后，水母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它的伞盖上浮现出了白与蓝相间的波纹，像是某种古老又神秘的咒语。随后在我的片区内，各个专家学者开始了一系列测试，水母始终扛下了所有毒素。然而当我被要求离开这里时，水母陷入了空前的消沉，它不再挣扎，那些毒液迅速地伤害了它的飘带，呈现出了融化状态。他们惊讶不已，再次将女孩请来。当那个女饲主站在玻璃外，她又变得充满了生命力，与那些毒素抗衡。这让基地的大人物惊喜若狂。世界上最冷血的生物居然还能拥有感情。他们虚报了水母的死亡，然后为这个水母注册了全新的编号 S103。自此我的级别来到 S 级，可以进入基地最令人艳羡的区域，消失在了所有人的眼中。再次出现时，是收到章鱼要参与分裂测试的通知那天。4级实验。不行，太危险了。闺蜜阿瑟兰连忙阻止。你没有决定的权利，即便是我们这些工程师都无从干涉基地的决定。另一边的 A 区内，我刚进来就感觉自己被一双眼睛凝视了。俊美如雕塑般的半张青年，在玻璃后目光沉沉地望着，苍白修长的五指贴在玻璃上，双眼中满是与平日冷漠不同的隐忍。他很思念她，思念到展露出了强烈的攻击性，吓走了许多喂养专员。可那个朝思暮想的人却无视了他的深情。我径直路过他去了海兔子的培育缸，纤弱白皙的海兔子少年眼尾泛红，乖巧地从箱体中爬出，亲昵地蹭着我的掌心撒娇，十分惹人怜爱。我温柔地抚摸他的头发，看着漂亮的少年在手下站立，纤细的胳膊无力地勾抓着，柔弱的几乎要站不住。身后有道沉默的注视，海兔子仰起头，自下而上的贴近，雾气蒙蒙地望着我，咿咿呀呀的语气诉说着思念。想他，好想他。少年环着女孩的腰，一遍遍喊她的名字。少年被巨大的喜悦砸到眩晕，殷红的嘴唇毫无章法地碰触着女孩的手背。唐柔放纵她的亲昵，对她笑，神情温柔。这是海兔子最喜欢的，也是17号最讨厌的。随后我擦干净手，在17号写满期盼的凝望下，目不斜视地径直路过了他。章鱼眼巴巴地望着女孩越走越远，脸上露出一丝茫然。为什么不看看他？为什么理都不理他？他一直安静而又隐忍地期待着饲主在离开前能够看他一眼，然而没有一眼都没有。是他做错了什么吗？无数条吸盘贴在玻璃箱上，危险恐怖的生物垂着头，像被主人抛弃的小狗。然而在最绝望的时刻，他心心念念的饲主又回来了。半张青年一时有些无措，不知该如何讨好他。他以为他更喜欢那些柔弱漂亮的生物，所以变得自卑温顺，小心翼翼地贴上那片玻璃，眷恋又克制地望着他。女孩却不像平时那样和他互动，只是静立着，
对他的讨好和思念不为所动。终于在他越来越慌张无措的眼神中，女孩轻声问：“想来找我吗？”他愣住。女孩又问：“想跟我走吗？”那道声音像是蛊惑，章鱼眼中绽放出狂热，触角难以抑制地贴上玻璃，想依偎在他的脚旁，然后再被他捏开嘴唇，喂进一颗糖果，着魔一样想。然而面前的人却从始至终是那么冷静。女孩一字一顿：“一分裂实验，活下来，你就可以重新见到我。”短短几个字落地有声，跟他走，这3个字成了半张青年的魔杖。去找他，活下来就可以去找他。他要去找他。S 区门口，我的手心里因为紧张而渗出了薄汗。我是基地最优秀的饲养员，也是最懂得如何掌控他们的饲养员。次日，半章鱼实验体被层层叠叠的金属壁封闭在水箱当中，在持着激光武器的庞大押运队伍下，被送入了神秘危险的 S 区。一进入测试空间，所有的人员都迅速撤离。封闭箱在自动化设备的控制下缓慢打开，生物工程师们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水箱的动静。一个似古希腊塑像的青年缓缓走出，所有人都屏息关注着他，一瞬不瞬。好了，准备开始分裂。实验员按下按钮，在可不密集的物理攻击中，有人推了推眼镜说：“好像还在寻找。”一边抵抗残忍的攻击，一边分神用视线搜寻，究竟在找什么呢？测试区的大门外，我正与严密防守的武装人员进行交涉，可武装人员却面无表情，不存在所谓的同情心。与此同时，走廊尽头来了一队人，他们穿着更高级别的制服，为首的男人眼尾布满皱纹，却仍然精神矍铄。我忍不住对着他的背影喊：“许教授，我是17号的饲养员，我可以让他顺利晋升分裂测试。”然而教授连余光都没有给我，就那样走了进去，一如传说般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第3期测试投放的烈性毒已是之前的数倍，半张生物在迅速躲避毒液时，不慎沾染到几根触角，千钧一发之际，高等智慧生物自断触角躲避毒害。屏幕上第一次亮起了黄色警告。真厉害，扛过了这么多次测试才出生命警告，他很强。那些人并不吝啬对他的赞美。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许教授忽然开口：“继续往上调，加3码。”垂危的章鱼飞速闪躲，被切掉了许多触枝，生命体征也不断下降。幸运的是，他没死。工程师开始准备伤药，测试员也准备结束测试。许教授却又开了口：“加码，再加的话，他可能会死。上调3档。”这一次的攻击量十分巨大，几乎没有给测试区里的生物留存活的余地，看起来已经危在旦夕了。红外检测生物活动消失，实验体已经进入假死状态。许教授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今天这个程度的攻击强度很少见，却不是没有。同级别生物复刻 DNA 进行克隆就可以，没必要增加新的。就在这时，门缝外隐隐传来女性乞求声：“开门，让我进去，我可以让他挺过去。”许教授短暂地皱了皱眉，看过去，门后是一个年轻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饲养员。就在这时，身旁的助理拿出一堆数据，许教授低头看过去，是之前那只晋升为 S 级的变异蓝瓶水母的测试经过。当看到一段执行死亡刑罚的视频，他眼中忽然亮起了奇异的光芒。放行。冰冷又宽阔的测试中心内，断肢残骸破碎了一地，半章鱼实验体的生命体征已经消失了很久了。许教授视线从屏幕移回到了光板，加密区那只凶悍的特级生物又毁掉了他们昂贵的中控室，让他极为头疼。特级生物最近很狂躁，已经毁了无数实验舱，甚至杀死了许多实验体和研究员。许教授头疼地揉了揉眼，听见传声器中一道微弱的女声：“6号，17号。”死寂的空间当中，并没有人回应他的呼唤。屏幕后的实验人员冷漠看着这一幕，生物分裂到了这种程度，不可能存活下来。阿尔菲诺，他在喊阿尔菲诺诺，这像是一个名字。
竟然给实验体起名字了，真是可笑啊！忽然有人慢慢凝住笑意。生命体征回升。许教授看了过去，屏幕上示意着生命迹象的电波缓缓地跳跃出了一丝曲线，实验体的生物信号光谱有些改变。阿尔菲诺，人类女性还在继续呼唤着，那是一段只有她们知道的记忆。阿尔菲诺。那个时候的小章鱼刚孵化不久，还是幼体，在唐柔日复一日的碎碎念中，逐渐对外界有了反应。他开始跟唐柔互动，并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人类女性，听她一字一句温柔地说：“阿尔菲诺，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喜欢吗？”这是他的饲主，很温柔，很可爱。见他不解，饲主又指向他自己的心口，张嘴清晰而又缓慢地说：“柔，我叫唐柔。”人类女性纤细的手指拂过湿凉的墨绿色发丝。柔，就是很软的意思。柔，就是很软的意思。那是他的第一次认知开拓。逐渐成长起来后，他渐渐意识到，阿尔菲诺便是自己的名字，是像唐柔二字一样，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名字，是只有他才可以喊的自己的名字。意识到这一点后，17号开心的要命，仅仅是想到这一点，他就幸福得快要死去。阿尔菲诺，醒醒！轻柔的呼唤声中，苍白破碎的青年缓缓睁开了眼睛，从残骸间爬了起来。淡青色的血肉组织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愈合着。狼狈的青年对着玻璃板后的人遥遥伸出了手。柔。玻璃后是眼眶湿润的年轻饲主，他看起来很悲伤，似乎快要流泪。半章鱼青年难过的无法呼吸，是他让他伤心了吗？柔。他凄凄爱爱地喊着他的名字，艰难地朝他爬过去，拖着断裂的肢体。太惊人了！屏幕后的工程师感叹着造物主的神奇，他的愈合速度超过此前的所有 A 级生物。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他竟然有感情，这怎么可能？他一改此前凶狠恐怖的模样，展露出了无与伦比的温柔。可是玻璃板倒映出了他的身影，狼狈、肮脏、破碎。他满心欢喜地靠近，却在这一刻深深的自卑。他想起了饲主喜欢的那个精致漂亮的海兔子男孩，眼中满是自卑与胆怯。17号垂下了头，刚想要靠近一点的身体又缩了回去，狼狈地用手遮掩住自己的脸。看 A17号实验体的大量创面已经愈合，新生触指似乎出现了可控收缩。可控？它好像可以将触指收起来。下面的饲养员还在柔声喊他：“阿尔菲诺，别怕，放下手，来我这里。”没关系了，已经没事了，来我这里。章鱼慢慢挪动，还算完整的触角小心翼翼地贴在玻璃上，像是在触碰它。它好像一条被驯化的宠物狗啊！冷血生物怎么可能会被驯化？它们没有情感的吧？眼前的种种事实让这句话显得是那么的底气不足。许教授跳出了实验体饲养员的资料，看着他的名字，目光沉沉。眼前这个是第二只，比那只水母更完美的杰作。这一刻，所有人都沉浸在实验成功的喜悦当中。实验体的等级一升再升，升到了双 S 加的程度，所有人都像见证了一场奇迹一样激动。然而，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出现：“把隔离板去掉。”什么？直到中年男人的嘴角一寸寸扩大，露出了怪异笑容。把防护板去掉，调转武器方向，攻击它。青年墨绿的眼中满是愉悦和幸福。他能跟着他了吗？能去找他了吗？他看着泥泞的掌心，有些懊悔，窘迫地在腰腹擦拭干净，小心翼翼地摸上玻璃板。他会嫌弃他的肮脏吗？女孩擦掉泪，露出笑容。你真厉害，很快就可以出来了，恭喜你成功晋级了。他冷峻的面庞上露出不和谐的羞赧，垂着头靠近了玻璃，喊我名字，
小章鱼想再听四主喊一次那个名字。喊我名字。女孩忍俊不禁，阿尔菲诺。她低低的应了一声，墨色的眼睫轻颤，压抑着喜悦。然而上位者的冷血远超她的想象，在看到仍有进化的可能性后，他们残忍地将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柔弱人类。17号错愕一瞬，下一秒，他飞速将四主卷进怀里，拼死将人护在怀中，不露出一丝一毫。女孩怔怔地睁着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拥抱着她的半张青年痛苦地颤了颤，触角替代了她的手，捂住了女孩的耳朵，隔绝掉那可怕的破碎声。青年抱着她，痛苦又惊怒。他们伤害她，怒火的灼烧使之迸发出新生的触角，被激光武器斩断，再生，爆裂破碎，再生。惊人的是，这些明明新生出来的触手，却一次比一次坚硬，表皮的韧度到了一定程度后，那些武器竟然无法伤害到他了。当他的愤怒到达一定程度，事情出现了反转，半张青年从逃跑变成了杀戮。他狂躁地摧毁了几个发射端口，坚硬的高密度厚重金属壁被砸出了无数恐怖的痕迹。教授，这里不安全了！有人抬起了头，这是一个出现了未知变异的将会被重新命名的物种。如果不是护着那个人类饲养员，他很有可能已经撕裂这个绝对严密的空间冲了出来。工程师们丝毫不怀疑这个恐怖的人形武器会在眨眼间把它们撕成碎片。许教授脸上混杂着惊诧和兴奋，他心底有着无法言说的惊喜。这是目前为止最优秀的实验体。实验室内屏幕上，那个阴郁恐怖的青年抬起了头，眼眸直勾勾地看过来。许教授感觉实验体在透过镜头看他，那种浑身发麻的冷意让他精神为之震荡。这简直就是奇迹！成功了！可已经没有人兴奋了，因为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只会让他们恐惧。这样的生物，基地还能困住他吗？然而危机似乎不止这一个。一声巨大的爆破声从 S 区层层封闭的最深处传来，空洞震荡，像是有什么地底凶灵要撕破空间爬出地表。人们纷纷抬头，实验室那个常年不响的警报器响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的工程师脸上顿时褪去了血色。特控区一级警报！就连半张青年快要打破墙壁时都面色不动的许教授，脸上竟慢慢浮现出了恐惧。3个月前 ，A 级测试区内高密度的水箱将一个半张青年层层叠叠锁起，负责押送的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唐小姐的饲养手段果然名不虚传，以往别的研究体押送过程都很困难的。突然一声巨响震荡开来，测试区的墙壁出现裂纹，连头顶的灯都闪了闪。女孩随着嘈杂的声音望了过去，发出爆炸声的地方是 S 区，整个巴别塔实验基地最为神秘危险的区域。片刻后，S 区紧闭的大门从内部推开，唐柔看到了巴别塔最高不可攀的教授许世宏。他的左臂像被什么东西生生撕裂，被紧随的医护人员用纱布按着，却仍旧汹涌地朝外喷红色液体。唐柔拦住从里面逃出来的研究员，焦急询问：“前面出什么事了？”特级生物失控了。事态远比想象中的更加严重，越来越多的爆裂声和强烈的震动从 S 区传来，许多全副武装的安全员和警卫朝大门跑去。保持队形。有人快步出来通知女孩：“唐饲养员，请先离开，现在有紧急情况发生。”警报此起彼伏，女孩还没有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员疏散现象。她刚走到逃生通道，却猛地被人一把拉住，怀里被塞进一个金属手提箱。一起把这里面的液剂投放进红色警报灯的实验舱。可是，这是命令。女人露出肩章，是主任级别，比唐柔整整高了3级。在军事化管理的巴别塔生物基地，上级命令如军令，要绝对服从。快去！是。门内泄露出撕心裂肺的求救，有人逃窜，有人哭喊，只有唐柔一个人在往深处走。这是一个她从未踏入过的世界——特级生物区。女孩缓缓走到指定的地点，四周安静到令人心悸。
他打开手提箱，拿出里面的试剂，踏上舱体侧面的台阶，每一步都充满警惕。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盯着他，冰冷的目光如有实质，粘稠地落在后背，像被蛇信舔过。女孩强压下恐惧，将厚重的金属盖推开。她依照女人的指示，将试剂全部倒进了玻璃体当中。可紧接着，钢体发出巨大的震动，女孩猝不及防从栏杆上滑脱。这里与地面有接近10米的高度，这样直直向后摔去，非死即伤。千钧一发之际，腰部传来极其冰冷的触感，像有什么东西横空勾住了她的腰，短暂的像一个错觉。女孩从空中摔在地上，竟然还活着。眼睛捕捉到了玻璃反光中一闪而逝的一抹浅蓝色，惊鸿一瞥让她生生定住，什么东西救了她？下一刻，脑海中拉响警报。女孩看到舱体上多出了一道硕大裂痕，玻璃后空无一物，那个特级生物逃了出来。寒意顺着脊柱一寸寸爬上她的身体，女孩感觉自己正在被某种可怕的生物盯着。玻璃碎片被重物碾过的微弱声响，在距离她极近的地方响起。女孩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回望过去，蔚蓝色的水舱隐隐折射出昏暗的光，照亮了藏匿在暗处的一双冰冷的眼睛。她屏住呼吸，感觉血液的流速都在变慢。接着，女孩嗅到了不同寻常的血腥气，结合先前玻璃被压碎的声音，对方很可能受伤了。思来想去，女孩举起双手：“我没有恶意，也不会伤害你。请问你受伤了吗？”安抚是身为一个饲养员最擅长的事。她维持着高举双手的姿势，缓缓走去。别怕，你看，我手里什么都没有。那双眼睛正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充满警惕。随着距离的拉近，女孩倒吸了一口冷气。碎玻璃上趴着一个被造物主偏爱的美丽生物，她柔软的长发如海藻一般湿润蜿蜒地搭在肩上，唇瓣殷红起立，美好的像是一个错觉。女孩缓慢靠近。别怕，我是饲养员，我可以为你疗伤，带你出去。话说到一半，她的手僵住，因为她看到对方修长的脖颈间清瘦凸起的喉结，视线继续向下，大脑骤然一片空白。美丽修长的鱼尾，巨大尾鳍铺散开来。这是一条人鱼。传说人鱼是异界的生物，从另一个阴冷扭曲的世界跨次元而来。女孩此前见过人鱼，却因浑噩与高烧忘记了那条人鱼的模样。那一日是女孩生命的转折，轮船被巨浪打翻，全船的人都掉入海里。女孩在冰冷的海水中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被不知名生物拽入水下，她以为自己也会被凶猛的捕食者撕裂吃掉，然而却看见遥远灰暗的海洋中有道瑰丽的身影，弓箭一般快速朝她游来。溺亡之际，女孩落入一个温柔而强势的冰冷怀抱，只记得眼前铺开了冰蓝色的发丝，如同水中摇曳的沙幔，恍惚了她的神智。那条人鱼救了她的命，将她养在一座无人岛上，在那里，他们度过了冰冷又美丽的7天。第1天，女孩只知道哭，人鱼便带来食物给她，可唐柔不领情，沉浸在害怕中，对她的示好视而不见。第2天，女孩陷入高烧，人鱼便疼惜地抱着她，把那些食物咬碎，以树叶喂进她的嘴里。此后几天，时间在昏沉中度过，她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第6天，女孩在飘渺的吟唱中醒来，却发现自己竟在这怪物的怀里。人鱼着迷地看着她，宽大梦幻的鱼尾缠着她的腰肢，游玩一样把她拖进了水里。她以为这样是在取悦她，逗她开心，女孩却哭得更大声了。人鱼的喜欢从那双璀璨如宝石般的眼眸中透露出来，她美得让人心头发颤，却是货真价实的恶魔。冰冷、潮湿以及未知的恐惧日夜笼罩着她。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女孩时而被他拖进冰冷的海水中玩耍，时而圈进一般，用鱼尾紧箍在怀里。他像她珍爱的玩具，